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4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来自特步的鏖战2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去年的鏖战1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我觉得它可以算是特步旗下在那个时间段之前最强的锋线鞋款，没有之一。即使是放到一整个篮球鞋市场里面，凭它低廉的价格，它也依旧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今年鏖战2代一推出，我就尽快的搞了一双，把它的测评也安排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我比较喜欢的系列的最新款能否刷新一下特步锋线鞋款的实战之最。在外观方面，它依旧保持了跟上一代类似的非常具有力量感的外观。看它的外观，就感觉这一双鞋啊，好像保护性特别的优秀。中底使用了全掌的特爆缓震科技，在后跟还额外增加了 Feather Foam 来提升后跟的硬度，以此来保证它在后跟的稳定性，并且在 Feather Foam 前端几乎整一个中底都被 TPU 材料所覆盖，鞋面也使用了高强度的 TPU 混纱材质加上热熔材料的组合，整体看下来，它的强度表现一定不会差。而这一堆材料加起来，导致了这一双鞋在重量方面略微偏重，单只42码的重量来到了438克。不过好在这一双鞋的重量配比做得还算比较不错，整体的鞋脚一体性也十分优秀，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算能够接受。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它依旧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略微偏宽，宽脚的兄弟也可以选择这一双鞋，不过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可能选大半码会更加合适一些。在大底方面，它有着十分出色的抓地表现，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并且它的大底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并不是特别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它的抓地力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在抓地以及吸灰两个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而且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差，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度数在65左右，加上它还算比较可观的纹路深度，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水泥地，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在中底方面，全掌的特爆有着比较不错的脚感，并且在前掌也有着比较不错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表现。在突破的过程中，中底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出现，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加上它出色的抓地表现，突破的感觉非常棒。但是它的后跟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高，由于后跟处 Feather Foam 的加入，在单纯有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后跟是比较硬的，震脚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你。而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不错，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不管习惯使用全掌跑动还是前掌跑动，跑动的感觉都不错，并且全掌一片式的缓震材料，加上它侧面几乎全包围的 TPU 材料，都让这一双鞋拥有了比较不错的滚动感。在跑动的过程中，中底有比较明显的力反馈以及推进感，跑动时的跑动感非常棒。而它的中底 TPU 在足弓处做出了比较明显的上翻，但是它在足弓支撑方面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穿这一双鞋在打球的过程中，足弓基本上感觉不到任何的承托感，可能低足弓的兄弟会更加适合一些。在鞋面方面，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鞋面的整体强度非常高，再加上它侧面大面积的 TPU 上翻，不管做什么动作，它都能够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并且它在整体的包裹锁定方面做的也非常出色，静态包裹与动态锁定都没有任何问题。球鞋在前段以及后段都有着出色的锁定表现，在变向的过程中，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它的鞋面舒适度也完全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弯折点卡脚啊或者是硌脚的问题出现。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虽然它有内外两层鞋面，但是两层鞋面的透气性都比较不错，夏天穿它打球也不会感觉到特别捂脚，好评。不过这一双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体刚性。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它的整体刚性表现。虽然我前面说了，它这一双鞋啊，这个外观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强，好像很有肌肉感，好像保护性很强的一双篮球鞋，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外强中干。
鏖战2代身上所使用的 TPU 材料整体都是比较偏软的，虽然这样可以让它拥有更为出色的灵活性以及舒适度，但是在穿了一次之后，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在第2次、第3次再穿它打球的时候，在做一些比较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的整体姿态是没有办法保持住的，它的形变会比较夸张。那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大，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而在稳定性方面，它的表现依旧比较出色，完全没有问题。宽大的大底加上较低的整体重心，并且它的中底材料全部用 TPU 材料进行了加固，这都让这一双鞋拥有了出色的稳定性表现。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安心，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这一双鞋的强度衰减确实有一点太快了，跟之前我穿过的那一双特步的恶魔3代非常像。刚上脚的时候，感觉很不错，但是穿了一次之后，整一双鞋就跟散架了一样。那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这一双鞋我绝对是不推荐你的。但是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强度并不大，你的脚底下力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平时就是打这一种养生球局的，那你选择这一双鞋完全没有问题。抛开这一双鞋的强度衰减不谈啊，那这一双鞋确实是一双非常优秀的锋线鞋款。如果你的打法跟它的代言人张镇麟非常像，那选择它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怎么能够抛开它的缺点不谈呢？对吧？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特步，是不是后面有可能能够推出一个加强版，或者是在下一代身上解决掉这一个问题。现在鏖战1代200出头的价格，有着更为出色的实战性能，还有着更低廉的价格。我反正是想不出任何的理由去花更多的钱购买这一个2代的鞋款。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